美国提出主动拒止战略，用防守反击阻止中国，少花钱让盟友去送死。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延绍。随着中国国力和军力的强大，美国推进的印太战略因为投入不足，盟友缺少积极性，项目优先级难以取舍，从而陷入了空心化。所以在国力相对衰弱的情况下，如何对付中国的崛起，就成了美国外交战略的大难题。美国智库昆西国家政策研究所针对美国财政有限的情况，建议美军放弃进攻性的控制战略，采用主动拒止战略来遏制中国，这样就能避免军事竞赛和热战风险。所谓的主动拒止战略，与美国过去所采用的战略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要放弃美军攻势作战的思想，改为防守反击。美军需要加强军队的分布式作战部署，加强与盟友的军事政治联系，通过一系列军事改革来弱化解放军所谓第一波的攻势。按照这样一个战略，美军在印太地区每年可以节省750亿美元，看起来非常有诱惑力。它具体的措施大概有这么几项：一、强化盟友的作战力量，而不是美军自己的。日本和澳大利亚必须加强自己的防务，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平衡中国的军事力量。为了增加盟国的军费开支，美国应该相应的降低自己的军事费用。比如，日本应该增加对航空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经费投入，而澳大利亚则应该增加防御开支，以避免让这些盟友出现依赖美军作战的思想。第二，削减地面作战部队，并采取全新的打击概念。为此，美军必须做出重大改变，不再追求征服中国。美国海军和空军应该进一步的改革军队的结构，退役老旧的战舰和军机，用轻型的航母替代大型航母，提高无人装备的比例。美国要把前沿部署的兵力分散到更大的范围、更具战略纵深的区域，而不是将兵力维系在高度集中、易受攻击的前沿位置。第三，美军要主动加强防御，而不是进攻。他们要求台湾地区采取成本效益较高的刺猬战略，通过投资更多的反舰导弹和防空系统来提升其防御韧性，甚至要求台军彻底放弃海空军，将部队改组成一支由机动反坦克导弹、机动防空导弹和大量人员组成的所谓陆军。要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装备更多有利于拒止的装备，同时还要防止他们获得报复性的远程打击武器，以避免造成军备竞赛和核升级。他们提出的这个新战略被称为主动拒止战略，其核心目标就是要确保中国任何一次攻击行动都不会成功，并将行动重点放在打击敌方进攻部队上。而台湾地区是这项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应该优先向台湾地区出售反舰巡航导弹、地对空导弹、无人侦察机和水雷等硬件，以便台湾地区能够实施防御性的刺猬战略。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美国专家所提出的新的主动拒止战略，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是他们在给未来做准备。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美国在绝对军事实力上无法追赶中国时，有可能会采取的一种被动战略。美国想通过让其盟友发展防守作战兵力来减少对美国作战体系的依赖，同时呢，还能让美军大幅度的减少军费开支。这个战略提出的前提已经出现，美国现在推动的太平洋威慑计划被认为根本就无法威慑中国。美国想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最终也被认为根本就无法改变美军战略态势上的退势。如果美国真能实施这项战略，等于就把其盟友推向了对抗中国军队的第一线。美国则通过分布式军事部署方式增加其军队的生存率。当然，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仍然是台湾问题。美国通过所谓的刺猬战略来阻止中国的统一，降低美军直接干涉的风险。可以说，
这些美国专家提出的这套战略，对美国自己而言是成本最小，并且呢可以避免引发中美热战的一个新战略。但是昆西国家政策研究所似乎忘了，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霸主，就是因为其必须保持海上霸权和区域霸权。如果美国真的执行主动拒止战略，等于就放弃其主动挑衅中国的策略，放任中国发展成为综合国力超越美国的国家，这对美国政客来说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所以这套战略只能是在美国绝对实力下降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战略，而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